仓颉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文字创造者，被尊为造字圣人。他的故事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中的文字起源观念。据《史记》《淮南子》等古籍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当时人们主要以结绳的方式来记事，但这种方法既不精确也难以长久保存。仓颉意识到社会对更有效的记录工具的需求，于是开始寻求新的记录方式。传说仓颉从大自然中获得了灵感，他仔细观察鸟兽的足迹、山川河流的形状，并研究星象与人的行为。他将这些自然界的形状与现象转化为象形符号，最终创造出第一批文字。这些符号不仅能够准确地记录信息，还具有表达思想的能力，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变化。相传仓颉创造文字的那一刻，天地异象四起，鬼神哭泣，因为他们知道文字的出现将改变人类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文明的新篇章。仓颉的传说不仅是一个关于文字发明的神话，更承载了对知识传承与文化进步的敬仰。文字的诞生使得历史、文化和思想得以准确记录与传递，成为文明发展的基础。汉字的创造，特别是其象形的特点，体现了古人对自然与社会的观察与理解。仓颉的故事在后世被不断传颂，他不仅被视为文字创造者，还被尊为文化与智慧的象征。许多地方建有仓颉庙，进行祭祀活动，感谢他为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至今，仓颉的造字传说仍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象征，体现了古人对于智慧与创造的深刻认知。仓颉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重要人物，被尊为文字的创造者。他的故事流传至今，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仓颉的传说源于远古时期，相传他是黄帝的史官，负责记录军事和政务。当时，社会普遍采用结绳记事的方式来传递信息，但这种方式简陋，难以保存且容易出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更精确、更便于保存的记录工具。仓颉应时而生，成为了文字的发明者。在仓颉传说中，他观察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尤其是动物的足迹、鸟兽的形态、山川河流的走向，以及星象的变化。这些观察启发了他，让他将大自然中的形状转化为符号，最终形成了最早的象形文字。这些符号不仅能够准确地记录信息，还赋予了思想表达的能力。传说文字诞生的那一刻，天地大震，鬼神哭泣，因为他们知道文字将改变人类的历史进程，让文明跨越一个新的阶段。仓颉的传说虽然充满神话色彩，但它反映了古代中国对文字起源的思考。仓颉被视为黄帝时期的人物，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文明的开端，象征住从野蛮到有序社会的转变。文字的发明被认为是文明诞生的标志，因此仓颉被奉为造字圣人，其贡献无可替代。后世对仓颉的崇敬，不仅体现在历史记录中，也表现在宗教与文化活动中。全国各地建有仓颉庙，尤其在山东、河南等地，定期举行祭祀仪式，感谢他对文字创造和文明进步的贡献。仓颉的传说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象征住人类智慧的力量。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个重要故事，讲述了文字的起源，并赋予了文字创造神圣的意义。
相传仓颉是黄帝时代的史官，负责记录战争和政务。然而，当时的记录方式非常原始，人们主要通过结绳记事来传递信息。这种方法既不方便又容易出错，无法满足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需求。为了寻找一种更有效的记录方式，仓颉开始观察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他仔细研究了鸟兽的足迹，发现不同的动物会留下独特的痕迹，这些痕迹能够清楚地表达动物的种类和行为。这给了他灵感，让他认识到自然界中的形状可以被转化为符号，用来代表具体的事物。随后，仓颉根据他对自然界的观察，创造了一系列象形符号。这些符号模仿了山川、日月、动物和人类的形态，最终形成了早期的文字系统。这些象形文字不仅能够准确地记录具体的物体，还能表达抽象的思想与情感，极大地促进了知识和文化的传递。传说在仓颉完成造字的那一刻，天地为之动容。相传天雨粟，鬼夜哭，因为天地鬼神意识到，文字的出现将改变人类的命运，使得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一神话表现了古人对文字的崇敬，认为它不仅是工具，更是连接天地、沟通万物的神圣载体。仓颉的造字传说象征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里程碑，并且在后世被视为一个文化图腾。许多地方建有仓颉庙，祭祀他对人类智慧的贡献。他的故事至今仍在中国文化中传颂，彰显了文字在人类历史中的核心地位。文字的创造不仅是一项技术革新，也标志着文明的开端。本章将分析仓颉造字传说背后的深层次象征意义，探讨文字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以及文字如何促进社会发展。仓颉的形象也由此成为知识和文明的象征。仓颉传说虽具有神话性质，但文字的发明是实际的历史事件。我们将介绍从仓颉传说到甲骨文的过渡过程，讨论考古学如何揭示早期文字的起源，并探究仓颉传说与实际历史之间的联系。从仓颉的象形字开始，汉字经历了多次演变，最终形成了隶书、篆书、小篆等不同书体。本章将梳理汉字系统的演变历史，探讨文字演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以及仓颉在文字演变过程中的象征意义。仓颉在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作为文字的创造者，他被视为智慧与文明的象征。自古以来，仓颉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或神话中的造字圣人，更是连接天地、承载人类知识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在宗教层面，仓颉被尊为天官神圣，尤其在道教中，他的地位极为崇高。道教视仓颉为掌管人间知识与文字的神灵，因为文字在古代被认为具有神秘的力量，不仅是沟通人类和自然的工具，也是与天神对话的媒介。这种对文字神圣性的崇拜使得仓颉被纳入道教神系，成为一个具有宗教意义的文化祖先。许多地方都有专门供奉仓颉的庙宇，尤其是在山东、河南等地的仓颉庙最为著名。每年，信徒们都会举行祭祀仪式，感谢仓颉对文字创造的贡献，并祈求智慧与灵感。这些祭祀活动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还表现了后世对文字与文化传承的重视。文化层面上，仓颉被后人称为造字圣人，他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
随着汉字系统的发展，仓颉的象征意义更加突出，特别是在书法艺术中，汉字作为一种高度文化化的符号系统，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仓颉作为文字创造的始祖，也因此成为文学和艺术中的灵感来源。许多文学作品中提及仓颉，甚至用他的造字传说来象征创造力和智慧。此外，仓颉的传说不仅局限于中国，随着汉字的传播，他的文化影响力也扩展到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地。这些地区的文字系统深受汉字影响，也对仓颉的文化地位表示尊崇。总体来说，仓颉的宗教与文化地位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文字及其创造者的崇敬，并反映了文字作为文明核心的持久影响力。仓颉的形象至今仍是中国文化与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仓颉传说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与演变，从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逐渐转化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象征，并被赋予了更多层次的意义。最早的仓颉形象出现于古代典籍，如《史记》《淮南子》等，这些文献将仓颉描绘成黄帝时代的史官。他通过观察自然万物，发明了文字。这一传说的诞生，反映了古人对文字起源的思索，并将仓颉塑造成一位超凡智慧的文化英雄。